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明明你已经很努力了，每天加班进修考证照，可是你却发现身边的人似乎跑得更快，所以你也不敢停下来，因为你发现只要你稍微慢一点，似乎就会被这个社会给淘汰。这种停不下来却也没有前进的无力感，在现代社会有一个词就叫内卷。作为一名生物工程师，我要告诉你一个演化论中的残酷真相。这种无止境的竞争在自然界里是最古老的陷阱，我们称为红皇后假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陷阱的底层逻辑，你就只会越跑越累，直到崩溃。今天就让我们用生物学的视角，教你如何跳出这个没有终点的赛跑。大家好，我是 Dr. 静宁，微生物学博士，生物工程师。在实验室里，我们经常会观察微生物的演化。在有限的资源下，微生物为了要生存，会演化出极端的竞争策略。但有趣的是，那些最后真正生存下来以及开拓出新世界的，往往不是那些跑得最快的，而是那些换了赛道的。你是不是也曾经深陷这种必须要赢过所有人的焦虑中？今天我就想要跟你分享这个从演化生物学中的一套演化思维，帮你从盲目的竞争中跳脱出来。那首先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一集的核心科学概念——红皇后假说。这个假说呢，是来自于童话故事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在这个故事里，红皇后对着拼命奔跑却还在原地的爱丽丝说，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你必须要不断的拼命奔跑，才有可能留在原地。1973年，演化生物学家范瓦伦提出了这个假说。他发现一个物种即使不断的进化，它灭绝的风险却依然没有降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你在进化，但是你的捕食者、你的竞争者，他们也不停的在进化。这就是所谓的军备竞赛。当狐狸跑得很快的时候，兔子就必须跑得更快，它才可以存活下来。这个结果就是大家都跑得更辛苦了，但是猎食跟被猎食之间的相对几率却没有改变。这就是一种高水平的僵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内卷。你是不是觉得10年前大学的学历可能就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但现在硕士毕业可能也只是个门槛？这就是典型的红皇后效应。当所有人都为了提升竞争力而加快速度的时候，你的加速度反而只成了你的基础门槛。这就像是当在一个电影院里面，前排的人站起来看之后，后排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站得很累。但大家所看到的画面其实是跟大家都坐着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竞争最消耗能量的地方就在于它其实是同质化的，大家都挤在同一条路上，互相的踩踏。这种内耗不仅消耗了你生物能量的 ATP， 同时也消耗了你对于生活的感受力。你不是不够好，只是卷进了一个必须要跑赢捕食者的生物本能里。既然留在原地，我们都必须要拼命的跑，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这个答案就是找到你的生态位。在生物学中，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位。生态位它所指的就是你在这整个大环境中所占有一个独特的空间、时间还有资源，这整个的组合。在生态学中，两个物种它们的生态位高度重叠的时候，这两个物种就会发生剧烈的争斗。但如果你可以移动到另外一个新的生态位，
这样子的竞争呢就会瞬间消失。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要分享3个建议。第一个，拒绝同质化的竞争。举例来说，当别人考什么，你也想着考什么，这就陷入了一个演化的死胡同。试着找出你自己身上2到3个独特能力的交集，创造一个别人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复制的一个生态位。第二个，差异化生存。与其成为最好的 the best， 不如成为唯一的 the only one。 第3个，主动迁移。当你发现你所在的环境已经陷入了红皇后的僵局时，你要做的并不是跑得更快，而是看看旁边有没有还没有被开发的森林。很多人都误解了演化论，以为适者生存就是指最强的人才能活下来。但在生物学的角度来看，适者生存真正的意义是指能找到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的人才能活下来。进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赢过你的邻居，也不是为了在那个永远无法到达的终点夺冠，是为了让你在面对世界的混乱时，依然可以拥有一片可以安心呼吸的空间。当你不再执着要跑赢红皇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身边的风景这么的美，而你其实已经跑在你自己人生的节奏里了。最后，你现在觉得最卷的事是什么呢？是你的工作、孩子的教育，还是对于年龄的焦虑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哦，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角度帮你分析看看你的下一个生态位在哪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部影片有帮你松开了心中的枷锁，不要忘了要给我一个赞，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是，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我是Dr. 静宁，愿你能优雅的跑出你的赛道。我们下周见，拜拜。